兄弟们，就这年头真的千万不要去借钱了。去年有个朋友借了我5万块钱，他说好周转2个星期的，没想到1年时间过去了，电话打不通。今天听我朋友讲，他人呢在家里，我今天把民法典都带过来，我希望把钱给他要回来。不是大早上6点半敲我家门，你俩啥意思啊你啊？哦呦，给你拿点礼物，好吧？等会儿吧，你啥事你直接说。那我有话直说了啊，你先过来。去年的话，你不是找我周转了5万块钱吗？要不还给我呗，我刚好用钱了。就这事儿，我不跟你讲过了吗？我现在困难，有钱就还你了，还至于6点半上我家敲门？不是话这么讲的啊，就去年的话，你当时找我借钱的时候，眼泪哗哗的，眼睛里的话都转的泪花。你说周转2个星期了，一周转1年时间了，你也不姓周了，你到底能不能转得过来了？这话阴阳谁呢？我没有阴阳谁啊，其实我一度怀疑是我的问题，知道吗？自从我借了钱之后的话，你一直困难1年时间，困难的我都困难了，是不是因为我把钱借给你，你变困难了？困难的都可以买车了。对，这话不是你这么说的，那谁家不困难呢？那有钱不就还你了呗？你前段时间的话，我不是看到了吗？你去澳大利亚了，不是去又买表又去买奢侈品的，也不像是没钱的人呀。打住，那些东西都是我朋友送的，可不是我买的啊。哎，再说了，你上哪看见我朋友圈了？我不把你屏蔽了吗？我知道你帮我屏蔽了，但是咱圈子就这么小。你如果是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觉得大家会不知道吗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嘛？首先哈，这话不是你这么说的。再说了，我的朋友圈是吧？我想去哪玩，我去哪玩，我发朋友圈，我想给谁看给谁看。我就把你屏蔽怎么的吧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表达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只是想问你啊，就是为什么你有钱你不愿意还呢？什么叫不愿意还呢？谁规定有钱我先还你呀？我自己不需要吃饭吗？我不需要生活，我不需要社交。你的意思是我问题啊？我把钱借给你借错了，打住啊！是这个意思。本来今天我想还你钱来着，但是我看你这个态度哈，你根本没把我当朋友啊！啊，你的意思，你这样，还以后怎么当兄弟了？你的意思是以后我们就不当兄弟了，是这个意思？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当什么兄弟啊？你真的太好了，我可以马上发疯了，知道吗？把那个东西民法典给我啊！我为了你啊，我专门买了本书，民法典我是专门为你买的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你的身份证尾号应该是4636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拿这玩意儿威胁我呢？你俩小心我报警啊！兄弟啊，你马上报警没有关系的。首先我没有威胁你，我只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自己，这只是第1步。我还有第2步给你看个东西啊。我这里的话，只要进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的小程序，然后点击我要立案，然后再选择审判立案，不接受第三方调解，然后再选择民事一审，上传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就 OK 了。不是大哥，我发现你最近脑子进水了吧？我一共欠你5万块钱，这钱对你来说是问题吗？还找律师，你不怕浪费时间吗？首先啊，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，有钱不还这个行为太恶劣太恶心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需要担心浪费我的时间，好吧？我们之间的一个转债凭证我已经申请电子凭证了，同时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的话，我会当成一个证据的，同时他的诉讼费几10块钱就能解决，好吧？没关系，我们把这个流程走完就行了。不是，咱兄弟这么做至于不啊？以前不至于，50万都不至于，因为是兄弟，现在至于了，我们不是了。行，你说的吧？那你什么意思？你直接说。1，要不把钱给我；2，要不等着开庭通知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等我出差2天回来之后，我给你钱行了吗？没关系，你马上去，好吧？不影响，因为你到时候不出庭的话，法院会按照你缺席判决。到时候我拿到判决书之后，我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到时候我就知道你卡里面到底有没有钱了。你这么弄，我现在真没钱，你别逼我行不行？没钱没关系嘛，就最后一步嘛，大不了你就变成失信人员嘛。你到时候啊，像什么高消费做不了，高铁做不了，飞机做不了，你也这么喜欢到处跑，对你是好处哦。你消费消不了，但是呢，小孩子上学可能受点影响，你呢也不能考公啊，不对，你考公反正也考不过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回去了啊，把东西拿上。哎，你就这样吧，我明天给你们转，我今天转不了账了，明天转。反正我不着急嘛，就卡号你也知道了，还有这个的话，你留着好好学学法，行不行？好吧？我明天肯定给你转啊。最好4大行，兄弟们听我句劝啊，千万别买电车的，因为5到8年之后啊，你要换电池的，你省出来那点油钱的，它要全部吐出来了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来算笔账，就电车和油车的话，同样开5年，谁更省钱？电车省下来油，是不是真正的能够省下钱的？我们从几个维度去考虑：保险、油费，还有保养和保值率。10来万的油车是最常见的，像朗逸、考尔拉、轩逸和宝来。那我们以考尔拉为例好了。首先我们算保险，考尔拉新车下来保险应该是4000块钱左右。第2年的话，如果是续保不出险的情况下的话，应该是3000块钱左右。5年下来保险的话是16000块钱。然后呢就是油费了，考尔拉、轩逸、宝来这辆车实际上100公里油耗大概是6到7升，那我们折中一下，算6.5升好了。那油钱呢，那就8块2，
1年12000公里来算的话，应该是5年大概是31900块钱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保养费用好了，卡罗拉6万公里保养费用大概是3400多块钱。然后维瞻啊、洗车啊，还有违停啊，还有这停车啊，难免的躲不开，电车也是要的，那我们就不要算它了。那我们这么综合算下来，卡罗拉开5年时间至少要花多少钱呢？是51398块钱。接下去聊电车，就10来万的电车基本上是国产为主了，比亚迪啊、缓汽啊，还有吉利。我们以秦 Plus 为例好了，去算一下保险的话，我刚看了一下，它比卡罗拉确实要稍微贵一点，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大。新车大概是4500块钱，第1年续保的话大概是多少？3500块钱，5年算下来是18500块钱。车主朋友们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分享一下，因为各个区域的话价格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就是电费了，某车的数据呢，你可以去查一下，就秦 Plus 综合能耗是多少？100公里是12个电，按照12000公里算的话，加充和外面充各占一半好了。5年下来电费应该是7440块钱，再加上保养，电车的保养项目的话，相对是比较少的，6万公里的保养费用的话，2000多一点。算了2000块钱好了，那么总的预算呢？秦 Plus 5年的费用是多少呢？27940块钱，比前面的卡罗拉便宜的差不多，应该是23000块钱。那么从保养上来看确实电车的话要更省的。最后的话，我们聊一下关于保值率的问题，因为你开个5、6年之后呢，你确实会考虑换车的。贬值这个问题你得看某车之家的数据呢，也做过参考，卡罗拉5年保值率大概是50%左右，也就是说新车买来单是12万左右，但是现在的行情应该是5万5左右，5年大概亏6万5。那秦 Plus 呢？5年的保值率，它统计的话大概应该是40%左右。但假设当时也是12万买的，5年前可是它没有上市。那我们但是新车优惠很大就是说我们按照推理来说，可能是4万不超过的。5年大概亏多少钱？8万块钱，比卡罗拉要多亏2万到2万5。那么之前它多省下来2万3，减去现在多亏的2万多，基本上啥也没省下来，更不要说是省出一台车的钱来。当然，如果你开的特别多，里程特别多，因为电耗比较少嘛，确实能省点钱。但是里面你有没有考虑过电池的费用？没算吧，因为电池要大头到时候要换电池呢。因为电池的话，压根这么一统计，其实电池压根就是不省钱的。当然就正常车家用的情况下，你是不用去想这个问题的，因为基本上它是坏不了的。最后我想问一下兄弟们，你们觉得电车和油车哪个更省钱？你们车行不是说好4厘利息吗？怎么给它做了9厘的呀？大哥你自己看清楚，这是不是4厘？不，怎么可能4厘呢？1万多的月供呢，我算出来是9厘的利息啊。好了，那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你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！你告诉他吗？你月供多少钱嘛11034。对，11034，然后他贷款是30万，对吧？你算出来是怎么可能是4厘利息？你要不把公式列出来，我看一下。刚才都跟你讲过了，是我们公司内部的算法，算出来就是4厘。你不要跟我讲内部的算法，就是你现在很简单，我也好奇你是怎么算出来，和我算出来差距怎么这么大了？电脑算出来的呀。电脑算出来是吧？你计算器给我一下，要不我算给你看一下。月供是11034。乘以36个月的话是39万7000多，是连本带息的，然后减去我们30万的一个贷款本金，就会产生9万7224的一个利息，再除以36个月，就相当于是我们每个月的话是产生2700块钱的利息嘛，再除以我们的贷款本金30万，你要不要看清楚？0.009就9厘的利息，你怎么可能是4厘吗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他这算的根本不对，而且你这个手印也按了，按揭合同也做了，这车都是你的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现在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就是因为他合同签完了，然后你现在我没有不想解决啊，你想退车是吧？不是，你这个东西我没法要，因为利息差太多了。对，首先我跟你讲，退车是退不了的，我没有这个权利，我只能去找我领导，但是我手上放在前头，我领导没有这么好讲话的，没有人在他手里退过车。我等他嘛。哎，你好，是你们退车是吧？对。好，那你让我办个事喝茶，我慢慢聊。喝茶不用了，就是你们利息太高了，你们帮我把这台车退掉，然后定金退给他，作废掉就好了，好吗？我问一下，那你以前签合同之前有没有给客户说这个利息的月供有没有讲清楚？我跟他讲过的，月供11034，你认不认可？这个我认，但你没说利息这么高呀。那你认了是吧？你看他是承认了，他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们也签个合同，应该按合同履行。对呀。领导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和态度的话，我们是没法接受的。你们在玩文字游戏嘛？说好4厘利息，实际上做下来是9厘，对不对？而且有一点你要想明白银行能不能给你放款，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他到时候银行会给他打电话了，因为做按揭的车子会问他月供、利息、贷款金额认不认可。他如果说在电话里说我不认可，我不签合同，最后你按揭也是做不了的，银行也不会给你返点，你1分钱赚不到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需要逼着我走到这一步，不是我懂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简单，你们作为卖车的，我们要拿出真正对客户好的一个态度，然后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做什么的？你要不这样子了，这个单我也想促成的，要不给1万块钱，你看怎么样？1万块钱我是没法接受的，你这个方案，对不对？1万块钱你还不接受啊？你不要大声，好吧？你该不要说话就不要说话，你什么态度？你知道什么叫4厘利息吗？我给你算清楚好不好？0.004
乘以36个月，相当于是0.144，这相当于是利率。我们乘以30万的一个贷款本金，你看清楚啊，我们会产生43200块钱的利息，加上我们的30万的贷款本金，一共是343200，这是连本带息的。再除以36个月，是产生的9534块钱的月供。原本我们那个月供是多少钱11034，减去9534，每个月多了1500块钱。如果是做36个月的话，那多了54000块钱。你给我1万块钱，你还想赚44000啊？你觉得合适吗？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是你亲戚在我这边买车，你会这么给他做利息吗？如果我给你做贷款也行吧？这个生意没法做，给退了吧，把合同拿过来，给退了，不做。你必须退呀，而且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这么简单啊。而兄弟们也一样，如果你是贷款买车的，一定不要只去关注月供多少钱，一定要关注一下利息多少钱。如果真的不会算呢，你把这个公式套进去，你自己看一下有没有利息被人多说了。刹车，踩刹车！哎呦，你没看到吗？你拐弯能不能慢一点啊？自己撞来的，后面开车嘛。你拐的弯呀，人家撞上了，看一下啦。大哥，人没事情吗？大哥，有没有睁眼睛？这么大辆车你撞人啦？我直行，你转弯让我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停住了呀。你给我闭嘴可以吗？是这样的，大哥，你现在跟我说一下，人有没有事情，你活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没什么事，没什么，你确定没事情吗？就是没什么事。电瓶车有没有问题？因为有我的问题我来承担，好不好？他没事，我车有事。你看这么条长弯，大哥你说怎么办？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你能不能闭嘴啊？你谁就这样，你站我这边你们全责啊！我们全责，我是站你，我不是站什么东西。首先的话，你这个拐弯你就要让直行的，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他，你虽然是停住了，这是过程，是你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大概是这样，你看行不行啊？就是首先这台车子的话，我修不修都无所谓的，哪怕是这花个几百块钱没关系，你人没事是最重要的。我要不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干嘛看一下可以吗？不用了，我还家里有事情，我着急赶回去。对，你不能走，我这个你走了，我车保险就报不了了呀。哎，你们全责还麻烦我了。我全责我不认道，你正常我停住了。大哥，我的问题，你能不能给我闭嘴行不行啊？你看清楚什么问题吗？我现在是担心啊，万一呢他是专业碰瓷的，你一个处理不好，你随便花个3、5万块钱好吗？你就看我怎么处理，你不要说话了。大哥，就是你来活动一下，你看一下，确定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没事，那我走了啊。你看这样吧，别着急，就是你留我个联系方式，后期的话有什么问题哈，你第一时间跟我说，好不好？你们全责我留什么联系方式啊？不，是这样的，就是那或者是我留给你好了，你车有问题也好，什么有问题，第一时间跟我讲，我就怕后期的话，你是觉得我碰你们瓷儿是吧？不，我没有说你碰瓷，只是我怕后期的话有什么事情的话没有地方说理呀。你车如果身体不舒服，你也不用说了，我现在就躺下，我看你怎么。不，你别躺下好不好？我吓我干嘛呢？你人这么面善，一看你这也不是碰瓷的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这么面善，你还觉得我碰瓷？不，主要是这样的，我之前我吃过这个亏，我被人讹过，讹了18000块钱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但是我开的车，人家开个自行车过来，然后人倒了之后站起来之后拍屁股说人没事，直接走了。后来7天之后的话，交警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这边肇事逃逸了，人现在躺在医院里，问我怎么办。我那时候马上赶到医院了哈，我跟他说清楚我没有肇事逃逸啊，幸亏我当时是有行车记录仪的，知道吗？说清楚，因为我们当时有在沟通的一个过程嘛，没有肇事逃逸，要不然我当时人怎么办？我驾驶证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是这个道理吧？你们现在不在录着吗？不，现在单录的是没有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为什么掏了18000，是因为我们过了保险公司48小时的一个追诉期，但是在48小时内我没有去备案，能理解吗？就是你看现在我先备个案，我到时候跟保险公司沟通好，哪怕出钱也好什么样，保险公司会掏的，我不用掏的，能理解吧？行了，你可别咒我可没空。什么意思啊？不，你别走。就你看他都走了怎么办呀？你不要慌，你先把手机拿出来，我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的话，先给112打个电话，把整个事故的一个经过呢跟交警说一遍，防止说我们肇事逃逸了。然后第二步呢，再给这个保险公司呢打个电话，备个案，防止说过了48小时的一个追诉期呢。打完电话之后呢，就让他再回来找我们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所以说，兄弟们有身边开车的朋友的话，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，万一他遇到这个情况的话，就知道怎么处理了。